有20位朋友们问说，请问现行网络世界里面，大家都隐藏在键盘后面，如何因应或者有效的解决网络霸凌问题？那我们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睡前不要滑手机，然后要睡够。那这样子你就不会有网络霸凌的问题哦。因为很多的网络霸凌都是建立在说，好像你摄取过量。最近当然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就是剂量决定毒性嘛。那所以就是在任何东西当你少量摄取的时候是有帮助的东西，如果变成你停不下来，一直滑的话，那这个就会变成毒性了。这个在人体碰到任何刺激都是这样子的。那当然社群网络也不例外。所以最主要的问题是说，如果你看到让你不舒服的东西，而你又黏在那个触控萤幕上走不开，那这个时候就是处于一个精神最容易就最脆弱、最容易被攻击的时候。那我都有一个很固定的做法，叫做精神按摩。精神按摩，大家如果有去过按摩的话，可能有知道说，会说有一些专有名词，什么气节啊，什么这个你这边这个需要这个有一个痛点啊，痛点就是要慢慢的揉松啊，把它松开啊等等。那精神按摩也是一样的，只是我如果看到网络上面很多是对我指名道姓，然后不太客气的一些词句。那但是我们说拥抱小白是挑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去回应嘛，但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忽略那些人身攻击没有建设性的部分，我怎么办呢？我就转换一下，因为我是用笔或者用键盘，所以我离开这个并不困难。那我就去厨房，我厨房有大概20几种茶包，那我就随便挑2种，以前没有混合在一起过的 C20几取2啊，至少400种不同的组合，可以用1年啊。最后我再补充新的茶包就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混合之后呢，我就是喝一杯新的味道的茶，然后呢深呼吸，然后再回来专门只回有建设性的部分。那人的那个就是认识系统非常有意思。如果这是一个新的刺激，而嗅觉、味觉的频宽又比视觉、听觉要来得多，而我当天也有睡够，我醒来之后，我再想到这几个字，我脑里浮起就是一种很平静啊，这就是牛蒡加上薄荷的味道，这叫认知行为治疗，非常非常的有用。所以之后我再看到这些字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祥和的。我觉得这个很舒服哦，原来中文可以这样子用啊，我也学到了一些呢。所以就抱持一种欣赏的一种态度哦。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在这个欣赏的态度里面，去找到但是我还是可以就是有意识的回应建设性的部分来进行回应。那这样子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发现说网络霸凌我好像没有效果，好像只在帮我这个搜集语料库啊，因为我是就是做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的，这是我的本行啦，所以我就看到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组合，又学到了一课。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网络霸凌不是有效的，那只有提出他个人的经验、具体的论点，或像刚刚那些便利贴才是有效的。那慢慢大家都往有效沟通这边走。那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有效沟通，那他至少不会再来烦你，因为他没有成就感。他的这个成就感是来自于就是你不断的给不成比例的回应到他的这种情绪性的东西上面嘛。因为他可能就是人际关系在实体世界不是很好，所以是要靠这种你知道很空虚像垃圾食物这样的东西来填补他受注意的这种感受。那至少他就会去闹别人，就不会来闹你了，因为你就是很明确没有给他所需要的那种食粮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做法了。那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跑去冲茶，不是这样子，每个人有自己的做法，但是保持一点点距离，不要过量摄取，这个是非常重要。